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同样是打碎自己重组，为何赵丽颖、杨幂的观众反馈截然不同？赵丽颖、杨幂都是娱乐圈艺人的榜样，一个草根出身、非科班出身，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却一步步走到顶流爆剧女王的位置；一个童星出身，北影科班毕业，在娱乐圈长红了20年，还有继续红下去的趋势，现在依旧是女顶流之一。都是演员 title， 有大爆剧傍身，不过如今给观众的感觉却截然不同了。两个人都说过打碎自己重组这样的话。之前赵丽颖的风吹半夏大爆，她还凭借这部剧再次提名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而且这已经是她第3次提名了。剧中的赵丽颖胖了许多，之前被诟病的台词也成熟了很多，每场戏都诠释得很好，爆发力特别强。而且作为一个女演员，她无惧皱纹，还吃胖了一些，将完整的许半夏展现在了观众面前。提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赵丽颖说许半夏是自己一个打碎重组的角色。之后的电影第20条播出后，也让观众见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她。到这里，她基本每个题材的作品都有出圈角色了。当她30多岁再次挑战仙侠古偶剧，还带来了自己的老搭档林更新。最开始很多人都不看好，许多人把雨凤航叫做中年古偶。不料剧播出之后，许多观众都被惊艳到了。雨凤航没有选在暑期档或者寒假档播出，也没有挑什么特殊的日子，但一切都阻止不了他的爆发。赵丽颖、林更新、雨凤航、沈黎、行止神君等词条接连霸榜热搜，而且这部剧不仅主角团再次爆火，所有配角都上桌了。其中势头最猛的大概要数剧中的金娘子了，一个后半场才出场的万年大妖，永远淡然闲适，连打架都带着一种别样的优雅。当然，金娘子如此出圈，除了演员的演技和角色人设，还跟演员的妆造和酷炫的大招技能有关。刚开始许多观众都不相信雨凤航的剧组会花费这么大制作到一个小配角的身上，或许这就是优秀的演员从来不担心被艳压，主打的就是一个全员上桌。所以当有人质疑一些小演员为何不到赵丽颖的作品里镀一层金，还质疑赵丽颖的剧之爆她的自己的时候，一个演员亲自出来发声，说想进赵丽颖的剧太难了，他曾经用了所有的办法都没有成功。他们所有人都知道赵丽颖3个字就是收视保障，但角色就那么多，工作岗位就那么多，所有人都挤破了脑袋想要进去，真的太难了。从7年无人关注的小龙套到众人哄抢的对象，赵丽颖的打碎自己重组做得非常完美。2024年是杨幂在影视圈发力的一年，她曾在公众场合表示2024年作品见。与秦昊拍摄了《哈尔滨1944》，杨幂是2番。面对观众质疑的时候，她公开发声，不计较番位，一切都为作品为角色服务。据了解，拍摄这部作品时，杨幂还带着表演老师到剧组。她坦言演了多年戏，确实存在许多演戏习惯，这一次带了表演老师，就是要忘记过去的表演方式，打碎自己重组。可惜当初的豪言壮语有多震撼，哈尔滨1944播出后的效果就有多让人失望。杨幂在这部剧里饰演女特务关雪，刚播出后反而将王鸥在《伪装者》里饰演的汪曼春推上了热搜，两人对比演技确实有点大。而且杨幂不知道为什么这部剧里开始有了说一句话就抿一下嘴的习惯，看得人尤其尴尬。当然到了后面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播出后，大家就会发现她在这部剧里说台词的时候嘴巴也是这个习惯。
如果说与凤航再次将仙侠剧拉到了一个新高度，那么狐妖小红娘就是将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整体剧情改编自同名动漫，但是剧情方面嘛，确实关系不大，而且剧情太幼稚了。有观众疑惑，仙侠剧不是杨幂的舒适区吗？怎么如今也不灵了？两部剧之间又播出了一部电影，名字叫《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宣传得非常火热，但电影没上映几天就草草下架，把版权卖了。到这里，2024年杨幂的3部作品都以扑街告终，甚至有观众表示，以后杨幂还是主要搞时尚和商务吧，演艺圈不适合你了。当然，观众对于赵丽颖和杨幂都说了打碎自己重组这样的话，反馈却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是说话的时间。赵丽颖是作品成功了，才在采访中针对自己的演技和角色做出的总结评价，而杨幂是在作品上映之前。这种提前庆功，最后结果却被啪啪打脸的现象，也难怪网友嘲笑了。说起来，杨幂爆红的时候，赵丽颖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龙套演员。当后者开始有名气的时候，两个人的名字就被联系到了一起，一直被比较。这一次两个人都是一部仙侠剧，一个正剧，一部电影，结果很明显，一个人大获全胜，一个人全线崩塌。据说之后杨幂又官宣了一部农村题材的作品，势必要将转型进行到底，这难免又让人联想到之前赵丽颖的《幸福近万家》。后者的成绩已经摆在那里了，杨幂时尚的气质勇闯农村剧，效果究竟如何？咱们拭目以待吧。2. 杨幂和赵丽颖放一起看，才知露腿啥叫霸气强大，啥叫刻意做作。杨幂的腿型并无不美之处，但在剧情中露腿的情景却显得颇为突兀，静坐时无缘无故展露美腿，令人费解。观众疑惑，此举是何意？为秀腿而为剧情逻辑？涂山红红，一位力量超凡的选手，仅凭双手便能摧毁术法，其威名远扬，六域之人皆为之胆寒。在他的治下，涂山之的无人敢轻易涉足，秩序井然。若以露腿为展现涂山雅雅之狐性，实则大可不必。相较于涂山红红，雅雅更显天真烂漫，不拘一格。即便是那男子般的坐姿，雅雅亦能信手拈来，自然流露。在这部剧中，涂山雅雅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她始终保持着沉稳与庄重，安静地坐着，展现出了非凡的定力与内敛的气质。提及与凤航之作，沈黎性格率直洒脱，不拘小节，故其坐姿常显男子之风，而非女子之柔婉优雅，别有一番风采。王烨则显得颇为豁达，他同样抬起一条腿，将手轻搭其上，然而在整个坐姿中，沈黎巧妙地避免了露出腿部，展现了得体的仪态。翘着二郎腿之时，虽身着裙上，然抬起腿部之际，却巧妙地避免了腿部的显露，举止间尽显优雅得体，毫无失态之余。眼神犀利如刀，透露出坚定与自信，明媚的光芒掩不住其内在的刚强，一看便知，此人绝非善语之辈。与芙蓉君共处，我更为洒脱自在。对于这位未婚夫，我素来缺乏好感，故在他面前较之行止前更显得无所顾忌。深知芙蓉君武力不及我，亦不会对我多加挑剔。他素来习惯以男子般的姿态，时常弯曲一条腿，这成为了他独特而恒久的姿态，宛如一幅静态的画卷，展现出他的坚韧与个性。此处仍旧未见倩腿显露，裙摆低垂，遮掩的恰到好处，增添了一抹神秘的韵味，让人心生遐想，不禁想要探寻其下的奥秘。沈黎受伤静卧，行止前来探望。他原想此刻沈黎应衣衫不整，露出些许春色，然而眼前所见，沈黎依旧保持端庄，半分春光未泄，让人敬佩其坚韧。在沈黎闭关疗伤的日子里，
原著中对其描述尤为直白，展现了他坚韧不屈的精神和对康复的渴望。每个细节都透露出他坚定的意志与毅力。沈离与金娘子坦诚相见，却各有特色。沈离身着轻薄里衣，姿态虽显暧昧，却仍保持得体，衣裙整齐覆盖腿部；而金娘子则一如既往，喜欢露出腿部，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唯一一次露腿的情节，就是和行止圆房之后，这个时候坐姿还是男子大大咧咧的坐姿，也终于露出一条腿。但是这里看着沈离就不突兀了，毕竟是刚刚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这样露着也是正常。两人关系确定后，相处时变得愈发自然，亲密之时，举止也愈发得体，不再轻易显露肢体，流露出深沉内敛的情感。与凤行中的露腿情节，意在展现一种妩媚撩人的风情，透过细腻的描绘，传递出别样的魅力与韵味，令人陶醉其中。涂山红红屡次在东方月初面前露出玉腿，其深意何在？此举是否意在展示其不羁之姿，或是借此传达某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引人深思。对于露腿这一细节，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何狐妖小红娘中的涂山红红显得刻意为之，而与凤行中的沈离却能深深打动人心，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其实，关键就在于自然二字。沈离的露腿情节是在圆房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既符合她的角色设定，有展现她女人该有的一面；而涂山红红的露腿，却像是为了露而露，没有任何剧情上的需要，自然就显得刻意了。演员的表演艺术中，真实与自然显得尤为关键。过度夸张的动作或表情，易让观众产生造作之感。唯有真正沉浸于角色之中，方可呈现自然而然的演绎，令观众深切体会角色的独特魅力。总之，狐妖小红娘和与凤行中的露腿情节，虽然都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但却反映出了演员表演的真实性和自然度。希望未来的电视剧中，能看到更多真实自然的表演，让观众真正沉浸在剧情中，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因为一个刻意的动作而让人出戏。这也是为何同样是中年古偶恋爱，但是与凤行却甩了狐妖小红娘几条街的原因吧。我要说的就是这些。